各位好，我是小胖。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趴在客厅地上的恐怖一幕。这是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过去是柴小宝的家，在14楼。柴小宝从窗子望出去，是浩瀚的夜空，下面是高高低低的楼顶。母亲把他送过来之后，锁了门，下楼走了。那厚厚的防盗门，估计大炮都轰不开。柴小宝的心似乎踏实了些。昨天晚上，柴小宝杀了人。他没想到人的肚子那么软，硬实的程度竟然比不上一个西瓜。那个人叫胡青，是市田径队的标枪运动员。这个家伙很奇怪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一双厚厚的眼皮总是耷拉着，好像永远都是那样的无精打采。可是一到赛场上，他就变成了遭遇红色的公牛。这套房子曾经是柴小宝和老婆的新房，他们在这里度过了1年半的幸福时光，然后老婆就被胡青夺走了。从此柴小宝就回到父母家住了。他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昨天晚上，柴小宝得知胡青一个人在家，就带着3角刮刀去了。胡青刚刚打开门，柴小宝就扑上去，把3角刮刀扎进了他的肚子。那一刻，他愣愣地看着柴小宝，眼皮越来越沉重，眼神越来越困倦，终于趔趄一下摔倒在门口。柴小宝转身就跑回了父母家，他脸色苍白，全身颤抖，一夜没睡，时时刻刻怕警察破门而入。早晨，他终于对母亲说了这件事，母亲差点当场昏倒。天黑之后，母亲就偷偷地把他锁进了这个房子。他嘱咐母亲，如果有人问我，你就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下落不明。时间1分1秒地过去了，柴小宝不敢开灯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。由于柴小宝长时间不在这里居住，电停了，水停了，气也停了，家具乱七八糟地堆放着，更像是一个仓库，没有一丝人气。母亲走的时候对柴小宝说，明天一早会给他送食物来。柴小宝坐在黑暗中，想起母亲，想起老婆，突然想哭。月亮默默升起来，这个陌生的房子里安静极了。柴小宝轻轻地走进卧室，合衣躺在床上，脑子里总是浮现着胡青临死前的样子。他穿着一身纯黑运动服，裤脚和袖口是紧口的，有2圈白色条纹。他那双黏黏的眼睛定定地盯着柴小宝，越来越暗淡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似乎听见防盗门轻轻地响了一声。是母亲不放心又返回来了吗？柴小宝爬起来，走出卧室，朝门口看了看，没有人。他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，刚才是什么在响？他觉得自己太疑神疑鬼了，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找到这里来。他回到卧室，想继续睡觉，可是他刚刚坐在床上，又站了起来。他突然感到不对劲，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去，眯眼朝门口看了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门口躺着一个人，他脸朝下趴在地上。这个房子里怎么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个人？柴小宝颤颤地喊了一声，是谁？趴在地上的人没有一点反应，
柴小宝的脑袋轰隆一声就炸了，那直撅撅的姿势分明是一具死尸啊！他借着月光紧紧地盯着这具死尸，渐渐地看清，他穿的是一身纯黑运动服，裤腿和袖口是紧口的，有2圈白色条纹。他是死在门口的胡青。柴小宝好像一下子被人抽掉了骨头，他惊慌地四下看了看，14楼他不可能跳出去，他唯一的出路就是这扇防盗门。可是死尸横躺在那儿，他绝没有胆量跨越它。不过他总不能跟一具恐怖的尸体在这个房子里度过漫漫长夜，必须冲出去。想到这里，柴小宝慢慢朝前迈步了，他离那个死尸越来越近。死尸的脑袋朝着门，姿势有点像个大字。现在黑乎乎的死尸纹丝不动，但是笨蛋也能想象出来，那种安静是一个阴谋。柴小宝知道，他的腿刚刚跨过那个僵直的身子时，他一定会猛地抱住自己。他走到死尸前，哆哆嗦嗦地抬起脚，迈过了他的胳膊。死尸竟然没有动。现在他的另一条腿也成功地迈过了死尸的胳膊，站在了门前，快速地伸出手要拉开防盗门的大锁。可是锁没有开。柴小宝蓦地意识到外面是反锁着的，他一步跳过死尸，踉踉跄跄地退到了卧室门口，死死地盯着那具死尸。完了，今天晚上他必须要跟这具死尸在一起了，而漫漫的长夜才刚刚开始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给家里打电话求助，可是这个房子的电话早就停机了，而他又没有带手机。他靠在了墙上，雪白的墙上铺着朦胧的月光，而月亮照不到那具死尸。他躺在黑乎乎的阴影中，柴小宝不错眼珠地盯着他。时间似乎也变成了死尸，停滞不前了。假如现在他待在医院的停尸房里，那还好一些，毕竟那些死尸都有来头。可是这具诡异的死尸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，这最令他恐惧。他是怎么来的？柴小宝开始紧张地思索着，他能不能是父亲呢？父亲也有这个房子的钥匙，他的身材跟胡青有点相似，而且他是个酒鬼，经常烂醉如泥。也许今晚他又喝醉了。要证实这一点，柴小宝只有把他的身子翻过来。这次柴小宝死活不敢了，他怕看到他肚子上插着一把三角刮刀。另外，父亲从来就没有这身运动服。他退回到卧室，把门紧紧地关上，聆听动静。他知道这具死尸既然出现，那么这一夜绝不可能平安过去。他熬了一阵子，终于又打开门，探头看了那具死尸一眼。他的胃又抽搐了一下，那具死尸依然在那里躺着，但是柴小宝却看出他的姿势好像跟刚才不一样了。他摆出了一个奇特的姿势，他动了。柴小宝抖抖地朝前走了几步，弯下腰仔细看，死尸呈现的是一个投掷标枪的造型。柴小宝的魂都飞了，
他跑回卧室，把门紧紧地关上。现在他已经肯定这具死尸就是胡青。房子里没有一点动静，只有柴小宝病态的心跳声，整个世界都睡了，只有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隔着门板在对峙。柴小宝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也许已经过了午夜。他想打开卧室的门，再看那具死尸一眼，却不敢。他坐在床上一动不动，等待天明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听见外面又有声音了，很轻微，就像一双袜子在地板上行走。他打了个冷战，轻轻地站起身，走到卧室的门前，无声地拉开门，伸出头朝死尸看了看。突然一惊，死尸已经转过来了，脑袋朝着卧室的方向，他依然脸朝下趴在地上。柴小宝猛地关上卧室的门，惊慌地四下张望，希望找到一个硬实的家伙拿在手里。卧室里除了一张床，空空荡荡。最后他看见窗台上的一只白色花瓶，走过去抓在了手中。实际上这只花瓶连老鼠都打不死。外面又没有动静了。他静静地等待了很长时间，悄悄地拉开门。那具死尸已经爬到了客厅中间的位置。尽管他依然脸朝下趴着，但是柴小宝分明感觉到他的前进势不可挡。柴小宝猛地把手中的花瓶朝他摔过去，遗憾的是，花瓶并没有打中他，而是在他的脑袋旁边摔碎了，声音惊天动地的啪。接着他再一次把卧室的门关上了，躲在房间的一角瑟瑟的抖。现在他连花瓶都没有了，房子里还是那样的静。柴小宝紧紧攥着双拳，感到手心里空空的，肠胃里空空的，整个世界空空的。又有声音，好像有一双手在抚摸卧室的门板。柴小宝不能再等了，他孤注一掷地走过去，停在门前，猛地把它拉开。死尸直直地站在他面前，正是高大的胡青。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十分的苍白，他绝不是一张活人的脸。他的一双厚眼皮依然沉沉地耷拉着，无比困倦地看着柴小宝。柴小宝下意识地朝他的下腹部看了看，运动服上有一个很小的口子，一点不明显，呈十字，口子周围隐约有血迹。接着柴小宝就看到了他手里的那把三角刮刀。那是柴小宝的三角刮刀，他把它拔出来了。胡青困倦地盯着柴小宝，一步步走进来。我来还你刀子，胡青怪声怪调地说。柴小宝连连后退，不管他同意不同意，刀子还是还给他了，就插在他的下腹部。昨天柴小宝那一刀扎得并不深，这个体格健壮的标枪运动员跌跌撞撞地跑下楼，拦住了一辆出租车，去了医院。他在医院里只躺了一天，晚上
胡青来到了柴小宝家，发现他不在。出来时，他看到了柴小宝的父亲醉卧在楼道口。他从这个醉鬼身上翻到了钥匙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的话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评论。再会。